When talking about Changbai, many people's first doubt might be Changbai Mountain. At the foot of the southern slope of Changbai Mountain, there is also a county named Changbai. It is China's only Korean ethnic autonomous county. There is no railway access or highway here. Only 2 national highways lead to it. Yet it undertakes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North Korea. On an area of over 2,500 square kilometers, more than 70,000 people live here. Among them, 16.8% are of Chaoxian ethnicity. It is also the largest settlement area where the Chaoxian ethnic group resides in China, outside Yanbian Chaoxi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哪着？南韩的。朝鲜族。我们祖先是韩国的。 Changbai County is located at the source of the Yalu River, facing North Korea across the river. It is not only the county in Jilin Province with the longest border with North Korea, but also the only county in China that is adjacent to a neighboring country's provincial capital with a 0 distance. Located in the hinterland of Changbai Mountain, it is rich in natural resources. Changbai County has high-grade diatomite resources, which are the second largest in the world and the largest in Asia. It is also home to one of the world's 3 major material water resources. It has long been known as the first county at the foot of Changbai Mountain and the first county at the source of the Yalu River. We originally planned to visit the southern scenic area of Changbai Mountain, which is only open for 4 to 5 months a year. But we unexpectedly discovered this mysterious border town. What does this border county adjacent to North Korea look like? What's it like to overlook North Korea from Changbai County? What folk stories about North Korea are there here? This time, we come to Changbai to take a look. 就怕朝鲜人开枪打着你了。哇，他们还开枪能打我们？哦，这还是人世间的取景地呢。 人家省委书记都在你监视之下，都是朋友。咨询一下朝鲜房价多少钱啊？刚刚我们刚站到这个河边，就看到有一个军人背着枪出来巡逻了。这树叶子也能卖吗？背了一袋子米，吃了一顿就看不见影了。 我们现在要去吃个午饭。长白县这边的小县城里啊，我注意到有一条街，那一整条街全都是吃饭的地方，所以我们打算去尝一下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像这种沿边的城市啊，基本上都是朝鲜族聚居的地方，所以这边的路边广告牌或者是路牌，基本上都是汉语和朝鲜语2种语言。 要我说，这家陶瓷肯定卖得非常好，大将军陶瓷啊。友友们，我们就在这个新市街解决午饭了。新市街它也是长白县一条比较重要的街道，然后这条街的路两边全都是各种吃饭的地方，还有消费的地方。这个新市街的街口这里，正面是汉语，背面就是朝鲜语。街道建的挺不错的，挺好看的。它这个路边有一些灯笼，晚上应该会挺好看的。 这个街边就很多小酒馆，然后饭店、按摩店，反正整条街我感觉就像长白县的商业街一样，就是消费、吃喝玩乐的地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啊，这个长白县商业街白天人怎么这么少啊？这个街上，可能大家都在上班吧。 我网上搜了一下，这个新市街全长，有将近600米。它整个街道的设置呢是，
仿照了唐代时期的建筑，所以我们也能在这条街上看到它有非常多唐朝时期的那种建筑元素，比如说这个大门，还有路边的这个灯笼。长白县这块地区在东汉至唐朝初期的时候，这块地方属于高句丽。后来唐朝联合新罗灭了高句丽之后，这块土地上又成立了渤海国。在那个时候，渤海国属于唐朝的附属国，所以那个时候渤海国跟唐朝之间的这个文化呀沟通还是比较密切的。所以唐朝的文化对于渤海国的影响也是比较深远的。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来建这个街道的时候，会把一些唐朝时期的元素作为这个街道的元素。街对面有一家牛牛商店，来跟这个牛牛商店合个影啊！友友们找到组织了啊！牛牛商店。哦，我们等会儿吃这家海棠花小吃，这是在网上搜索的一家比较推荐的。走，我们进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长白朝鲜族自治县10大餐饮名店。友友们，我们今天终于吃上了午饭，因为屋里面没有2人做了，所以我们就在外面解决今天的午饭。牛肉烤盘，然后我看它里面是牛肉，还有牛板筋，以及一些洋葱。它其实是给了一个整盘一整盘生的，然后你自己放到这个烤盘上烤。我感觉应该烤熟了，我先尝一尝。不错。整个肉带一点点的辣椒，但是我觉得我还能接受，是那种香辣味。而且我感觉这个牛肉在这个烤盘上烤的还是比较有弹性的，所以是非常有嚼劲的，然后吃起来也不会太柴。这牛板筋不宜烤的时间太长，我大概烤了5分钟，基本上就可以吃了。就其实我们来长白县之前啊，我就已经觊觎这个牛肉烤盘很长时间了。在查攻略的时候，基本上每个帖子的攻略都会推荐来长白县一定要吃这个牛肉烤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一个叫延边黄牛肉，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延边黄牛肉那边过来的牛肉，应该是我们国内啊数1数2的能排得上号的比较好吃的黄牛肉。然后它这个烤盘吧，整体来讲没有多大，也就这么大，一个小小的小平锅，所以它给上的这么大一盘子肉，你一次是烤不完的，需要分好几次来烤。然后也是坐在这里，慢慢吃，慢慢烤，就享受这种小城慢生活。我觉得来这边真的是非常棒。这是我们点的第2道菜，凉拌明太鱼丝。明太鱼这个鱼呢，它主要生活在北太平洋海域的寒冷深海里面，比如说像日本海或者是白令海这些海域里面会生长着明太鱼。那基本上我们国家大部分的明太鱼都是进口的，因为我们国家的没有这个领土是靠近北太平洋海域的嘛，就是我们在东北靠近朝鲜这边吃到的明太鱼呢，也大部分都是从朝鲜那边进口过来的。我先来尝一下这个明太鱼啊，我感觉这个明太鱼它的这个肉啊，咬起来的感觉有一点点像那个鱿鱼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那种，风干了或者是烤干了之后的那种鱿鱼丝，还带点咸味儿。它的肉质是给我一种那种感觉，而且这个料已经完全浸透了明太鱼的鱼肉，所以
当你夹起一块鱼肉塞到嘴里开始咀嚼的时候，它那个里面的料汁啊，会随着你的牙齿上下的搅动而慢慢的浸透出来。这鱼肉还是比较软的，而且也非常有嚼劲，不是那种很柴的那种肉。这道菜的口味啊，混合了甜、咸还有辣3种口味。当然，这个朝鲜族特色餐里面的辣椒，比如说像辣白菜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放的一些辣椒，其实并不是很辣，我是能接受的。这个明太鱼的鱼肉啊，它就是那种丝状的，就是你其实能很容易的把它掰成丝，就是你把它这样撕是能撕成一条一条的。但有一些鱼肉，可能你撕不成这种一条一条的，感觉它的这个鱼肉组织是那种丝状的。但有一些鱼可能你撕它就碎了，它就烂了。我们点的最后一道菜叫黑包子，这个黑包子也是这边的特色美食之一。它整体外观就是黑色的，所以我觉得可能黑包子这名字也得名于此吧。这个黑包子啊，我感觉在我现在看来就是大号的水饺，它真的好大，得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的手掌，这是这个饺子，它有我一半的手掌那么大吧。整体的外观啊，就是这种比较偏咖啡色、偏暗色的这种颜色，然后外面呢还发亮。这个黑包子啊，我们刚刚问老板说，他这个黑包子的这个外皮啊是土豆粉做的。在过去啊，因为这个物质条件匮乏，所以当地的这个朝鲜族人民呢，为了节省白面，就选择用土豆粉磨成的面粉，有的也会用烂土豆或者是冻土豆，解冻后去皮、洗干净、晾干，然后磨成粉来替代。这个黑包子里面的馅儿呢，就是韭菜跟肉的，比较合我的胃口。它刚咬下去的时候，外边的那层土豆粉做的面啊，是非常有弹性的，也非常的光滑，就你能感觉到它在你的舌头上在滑，稍微一不注意啊，它滋溜一下就滑下去了，就像那种热恋期的恋人突然分手了一样，会让你感觉到有那么一些没把它嚼透的遗憾。所以吃这个黑包子，如果你非常享受那种弹牙的感觉的话，一定要多嚼一嚼，不然它顺着你舌头一出溜就下肚了。今天这顿午饭点了3个菜，2瓶大窑，有鱼也有肉啊，一共134块钱。对，我觉得还可以啊，因为我们点的2个菜，一个是牛肉，一个是进口的明太鱼，价格还算合理。2个人人均不到70，而且最后明太鱼还没吃完，所以如果要是大家争取人均全吃完的话，其实人均50差不多。然后就在我们吃饭的这一条街一直往前走啊，走到一个差不多快到尽头的时候，这里有一个建筑还是挺有特色的，长得非常像白宫。长白县有白宫，我觉得也挺正常的，就是我们现在在我这个手边的这个建筑，对。但实际上呢，它是长白县的税务局，我觉得这个税务局建的挺好看的，确实像白宫。你还想怎么地吧？你给我打一个。友友们，我左手边就是鸭绿江，然后那边就是朝鲜了，跟朝鲜一江之隔，非常非常近呀。长白县大爷的饭后娱乐生活。哇，还能钓鱼呢。哇，这我还第一次离鸭绿江这么近。哇，这都是今天钓的吗，大爷？又上鱼了，这个是什么鱼啊？这个？这是柳根。柳根啊！哇，做自媒体的。做自媒体，对对对。
我们就来这边玩嘛。来多少人？啊？自媒体来个团体啊？不是，就我们俩，我跟我老婆，就我们2个人。团体呢？嘿，那没有。来，我兄来给，为了带动长白县那个自媒体，来个团体。这个鸭绿江里面都有啥鱼啊？鸭绿江鱼种也不少啊，但是这上游。这上游。对对。哦。要到丹东那块儿，你什么三花、五螺、18子的全有。就是在咱们这儿，您都钓到过啥？这个我们俗称沙里胖子。什么东西？就这个沙里胖子。它个沙是沙里边趴着。沙里趴着是吧？对。这个就是青鳞北极灰。哎呦，挺大呀这个。哎，这个也上了。那个是柳根。柳根啊。柳根是咱们这边。哦，是咱们这边方言语是吧？不是。哇，我全国就连杆，全国俗称柳根。这一钩俩，行啊，大爷。这我能拿起来看一下不？看吧。哇，这么多鱼！这鱼拿回去就直接炸一下就吃？不得挤一挤，你得洗了它，得洗一洗。里边那个埋的东西得挤出去。哦。姜焖，高丽姜汤一炖。哦。哎呀，那就拌进酒就喝。这些是今天钓了多长时间钓上来的？钓了半个多小时吧。半个多小时这么多啊？我去，可以啊。3个人啊。哦。所以您是天天你们天天来这边钓？长大的嘛，就湖边嘛，没有我们这谁能看边境朝鲜人一举一动，我们给看着的。要不朝鲜人不是，要不你不知道他们的动态。哦，挺好。哇，这条真大呀，这条。哇，这一盘炸起来，这要做一顿老香了。那饭店最少要80块钱一盘。那是晚上钓这么多鱼，不得喝的迷个灯的呀？喝的那这个喝酒不迷糊，你等于白费呀。喝酒就得喝醉。咱们这边鸭绿江冬天是不能进行冬捕的，对吧？可以冬捕，但是不让你上江边了。那就怕朝鲜人开枪打着你了。哇，他们还开枪能打我们？那咱们在这儿钓鱼，他们就不管是吧？这不人多吗？你要个人的话，他就打你了。哎呦我！啊？你寻什么？他这也没看见人在哪儿，有哪儿开枪打呀？他蹲在对面的草丛里啊？对。哇，这也太危险了呀！你的一举一动他看了。那咱们在这边，要是就自己一个人晚上过来钓个鱼啥的，我操，他真打你！所以就是那咱们每次来这江边钓鱼，必须都得像这样组个团来，是吧？哎，他们那边那烟囱咋还怎么冒烟？那个是他们的什么厂子？沥青。哦，他们不环保。这烟冒的都飘到咱们这边来了吧？我操，天热都这样过来，喘不动气儿。哎呦我的妈！那我先上去了，大爷。好，拜拜。大爷，你生活在这儿吗？我是本地的。哇，您是朝鲜族？我是汉族。啊，汉族。汉族。哎，朝鲜。啊，您是朝鲜族，这是朝鲜族的大爷。您就是祖辈辈都是这儿的吗？对呀，老祖宗埋在本地。哦，那我东北不是有很多从山东闯关东过来的吗？对呀，大90%吧。那您的祖先不是？我祖先是山东。啊，也是山东人。我爷爷是山东。那也是闯关东过来的。对对对。我们可不是山东。对，你们是那边的。我可不是这边的。你哪的？南韩的。那你快走吧。朝鲜族。我们祖先是韩国。哦，这事儿也是迁徙过来的。对对对。对面那是朝鲜的工业区还是哪儿啊？对，工业区、工业园区。哦，我说怎么没怎么看到人呢？那以前人多呀，现在不让出来。对面属于朝鲜的城市还是乡村还是郊区？城市。城市。惠山市嘛，这不是惠山市吗？惠山市也属于大城市了。第3大城市。第3大城市。啊，94年能过去那时候。那个时候办手续嘛。那时候那边啥样的？那个时候正好挨饿的时候。你得背一袋面包过去，要还背一袋面包，背了一袋子米，吃了一顿就看不见影了，不知道哪去了，叫那些亲戚都
藏起来。哦，还得。我们现在在长白口岸景区的大门口这里，感觉好像还要买票呢。好，付完了啊，这票我要拿是吧？好，谢谢。买了2张票，长白口岸的门票是30块钱一张，这还有个台阶。哦，这地上印了几行字：中国长白鸭绿江源第一口岸，中朝边境最美国道 G331。中国朝鲜边境纪念。友友们，我左手边的这个长长的大桥，就是长惠国际大桥了。它的一端连接着中国的长白县，另外一端连接着朝鲜的惠山市，所以叫长惠大桥。整个大桥的长度在148米。这个大桥目前还是在使用中的，从这里进去。那边对岸就是朝鲜的这个不知道干嘛呢，在打排球。看，击发球，哎呀，下网了！哇，他们那一车上面运白菜站了很多人，看到没有？朋友们，现在在我们面前的这条线就是中国长白口岸景区的游客止步线，这边就是朝鲜，这边就是中国。可以看到朝鲜那边地上是有朝文的，而在我们中国这边呢，实际上地上也是有中国长白4个字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如果我到这边，在这个游客止步线左右两侧来拍照纪念一下的话，我相当于4舍5入也去了朝鲜一趟。但是我为什么可以来这边呢？因为这附近还是有这个景区的工作人员在这里的，对，所以我又回到中国来了。中国的这个长白口岸跟朝鲜那边其实还是有这个贸易互通的，因为我们就在这个长惠大桥上待了也就半个小时，来回过去了5趟货车，不知道篷布下面装的是什么货物啊，在拉着源源不断的货物来往穿行。哇，它这个车一过去，我能明显的感觉到这个桥在上下的晃动啊，有点震动，还挺震撼的啊。友友们，我左边这个高楼啊，那边就是朝鲜了。前方有一个观景台，有一个小亭子吧，应该是。我们去那边看一下这个高楼是什么样的。镜头里的这片水域就是鸭绿江，然后那边不是有2栋白色的楼房吗？那2栋楼房都是10几层楼高。左手边的这栋白楼，我刚刚数了一下，它最高有12层。右手边的这个白楼呢，我刚数了一下，它有19层，
这些高楼里面都是有电梯的。然后这个黄白相间的楼里边啊，还是有很多人在居住的，在居住的这些人家里面都是有亮灯的，还有一户人家已经装了空调，这户人家的生活条件应该还不错。我之前看一些新闻资料说，朝鲜那边有一些楼里面是没有这个暖气的，还是需要你自己去烧柴火或者烧煤来取暖。所以有一些楼的那个楼顶啊，会有一个烟囱，我们能看到烟囱上冒着烟。但是这一些楼应该是不需要烧暖气的，我感觉，除非他们取暖用空调或者是用地暖气之类的，因为他们的这个楼顶上面是没有烟囱的。对岸的这个楼跟河之间的这个小坡上面，他们是围起了一道高高的墙，普通老百姓是没有办法走到河边的，因为这个河边是有岗哨，那边有一个白色的小塔楼，在这个地方，那是边防岗哨。刚刚我们刚站到这个河边，就看到有一个军人背着枪出来巡逻了。这边这个还正在建设的一个楼，应该是要比前面右侧的这个还要建得更高。我们来看一下它现在建到一个什么程度了。哇，上面还有人在施工，已经5点多了，还不下班吗？在修阳台吗？这个是在往上弄水泥呢，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其实就单从我们在这个长白县这边往朝鲜那边眺望，感觉他们建的那个房子，我觉得还是挺好的，有高楼，然后也有乡村，然后乡村呢就是那种有一个小院子，也是一种东北亚的田园乡村风，然后对面也有高楼林立，我觉得整体还是挺好看的。给大家看一下鸭绿江的蓝调时刻，现在是晚上的17点04分了。这就是鸭绿江的秋天。你好，朝鲜。友友们，现在是晚上的6点半钟了，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我们打算带大家看一看这个县城的夜景。县城里的夜景还是非常漂亮的，街两边全是各种彩灯、霓虹灯，而且它每一栋居民楼的墙上都会有这样的非常有民族特色的彩灯装饰成的图案。而且它这图案都是不重样的，有的在跳舞，有的在浇花，还有其他的动作跟场景。哇，这一晚上真的很漂亮。这一面墙上的朝鲜族小姑娘在吹奏乐器。看见没有？因为长白县这边离朝鲜特别的近了，所以在这里是没有办法使用无人机拍摄的。我们现在去一个比较高的地方，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长白县的城市全貌吧。友友们，我们现在来到了长白县一个比较高的山坡上面。这个山坡上面其实是一个公园，它其实安装了路灯，但是一盏灯都没有亮，所以现在整个公园里面也没有人，就我们2个人。友友们，这就是长白县的夜景。
的挺漂亮的，灯火通明。而在夜景的对面那边有一些星星点点的灯光，比较少，那边就是朝鲜了。这边比较亮的是中国，感觉对比还是很强烈的。它这个惠山市只是一个边境城市而已啊，边境城市建设成这样，其实我觉得也已经很棒了。你说朝鲜那边应该也能看到长白的夜景吧？必须能啊，这么近这么亮还看不见，不太现实啊。他们那边都是山，站在山上肯定能看得见的。长白朝鲜族自治县给我的感觉，晚上的时候啊，就特别像漠河。如果再下点雪，路上有积雪的话，那就更像了。友友们，由于这个观景台上这片公园真的是一盏灯都没有，所以我们就在这里摸黑拍摄了半个小时。所以现在我们打算跟身后的这个长白县的夜景合个影啊。这个画面也是非常的难得啊！大晚上的来到这里，跟美丽的长白县夜景合影。里边就是那个小菜市场了，我们看看这个菜市场里都在卖什么吧。这边都是卖一些山货，我看有蘑菇、木耳，这是什么？这是人参吗？我感觉应该像土里面长的东西，什么东西的根？南果梨10块钱3斤，这边芋头2块9一斤，嘎嘎好吃。嘿嘿。大榛子确实挺大呀，这榛子黄莹莹的。这边油栗子4块9一斤，哇，这栗子这么大的吗？这栗子巨大一个啊，超级大，就在咱们这边山里种的是吧？那不是正经就是长白山种出来的人参呗？对。哦，这个怎么卖的呀？210一斤，这一根能有1斤不？没有，有的没那有1斤，那也有1斤。哇，这个长成这么大，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啊？那个得7、8年吧，10多年吧。10多年啊！哇，可以。灵芝，然后各种蘑菇，各种各样的蘑菇。有的蘑菇我都叫不上名字来，没太见过这些东西，我可以问一下不？啊，就我来这边玩，然后拍一下，对，就是，对，咱这蘑菇是啥？黏蘑，好香啊！这个蘑菇，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小鸡儿炖蘑菇那个哦，哪个？这个？肾精茶。这个。肾精茶是吧？它是什么功效？消炎、去火、利尿、补肾、壮阳。哎呀，壮阳啊，壮阳。这树叶子也能卖吗？这个是阴阳货。阴阳货。阴阳货泡酒喝，泡酒用的。它是有什么作用的？这个就是也是补肾的。也是补肾的。对肾好喝了。他俩放一起喝，我觉得就是放一起喝吧，法力无边是吧？他俩放一起喝。俺没放一起喝过，也没有。这个是咱们这边特产吗？这个长在石头拉的地方。长在石头上的这个。我拍的视频你看。好。这不就长在这，石头拉的，这全是石头，大拉的地方。它就长在这种地方。还没够不着就拿棍子捅。哦，这东西要拿棍子捅下来是吧？对，拿棍子捅下来。最高的山，最高处的地方，在长在最高处的地方。对。爬上去也很困难吧？哦，又爬不上去，掉下来摔死了。老高了。
有哎，那有的老高了，哎，这都是野生的吗？全是野生的，长在石头顶上。这个农贸市场除了日常所需的瓜果蔬菜之外，还卖各种山货。因为这边树林比较多，所以就盛产各种山货。我们刚刚买了这个4捆圣经茶，尝一尝是什么味道的。友友们，我们现在要去到长白县的塔山公园。这个公园在一个高坡上，所以我们在塔山公园里面不仅可以俯瞰到长白县的城市全貌，也可以远眺对岸的朝鲜。在塔山公园里面还有一座古建筑叫灵光塔，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从塔山公园的大门一进来，就有一座非常有朝鲜族特色的房子。长白县这块地区的天气啊，真的是阴雨不定啊，一会儿晴天，一会儿阴天，一会儿下雨。我觉得这也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来为什么传说天池1年当中只有30%的时间能见到它的真容，因为这边的天气真的变化多端。本来天气预报说今天是晴天的，但是大家看，其实今天是阴天。比较靠近尽头的这边的这些房子都是我们中国的领土，就是长白县。而比较靠近山坡的那些房子，尤其是山脚下的那些房子，那边就是朝鲜的惠山市了。其实我们也能看出来，朝鲜那边的山坡上很多树木都已经被砍伐掉了，尤其是对面有一块山林被砍伐得非常的整齐规整。他们那边的这个适合种庄稼的平原好像是比较少，所以要把比较低的山坡、比较缓的山坡的树木砍掉，然后用来种庄稼。塔山公园的路边有个牌子，哦，这还是人世间的取景地呢，人世间第57集中的取景地。经典片段有周荣的女儿冯月回到贵州周荣支教的地方，并与龚校长在临沂小路上进行了交谈，感叹道：“简直就是天堑变通途。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500年后看看，云贵胜江南。”其实这一场景拍摄在长白朝鲜族自治县的塔山公园临沂小路上。树上长蘑菇了，看这个树枝上也长了蘑菇。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吃，因为我不认识。曲径通幽处，偶遇了一片小树林，这里没有人来，路上的这个落叶都堆积了厚厚的一层。我们在这个小树林里面散散步，这个地方可真漂亮，而且这个树林里面落满了这个样子的这个小松塔，满地都是，像小虫子一样。呜呼呼呼前面那个就是
渤海国时期的灵光塔了。这边有2块碑，分别用汉语跟朝鲜语标注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立的，这座塔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我国现存为数不多的渤海国时期的古建筑。从灵光寺下来一个台阶，然后这边有一个平台，可以俯瞰对面的朝鲜。这地方能看得更远一点，我甚至都能看到那边的那个鸭绿江的一道湾。鸭绿江旁边还冒着炊烟。现在画面中的这个是我通过这边这个大爷的超级望远镜啊，就给大家拍一下这个现在画面里边正对着的是一个朝鲜的名牌大学啊，是农业林业大学。大爷现在给我调一个朝鲜女子炮兵团，你最好能看见美女这个。看看有没有美女啊？美女现在没出来。美女一般几点活动啊？具体没有。大爷，你这个不负责任了，你得盯着点。那个盯不是盯。哦，我看到了，我看到了。你也时常要盯着点，就是盯他们几点起床，几点活动，几点吃饭。这个是女子炮兵团啊，现在画面中的那个白布盖着的就是她的炮。现在大爷瞄准的是哪里？省委书记让你看那个。省委书记家，呵，大爷您这。哎呀，大爷你没提2瓶酒过去看看呢。省委书记家都让，哎呀，那个蓝色房子，独门独院啊。哎，这也不是社会主义啊！省委书记怎么能住这么豪的房子呢？省委书记，他不是一个会山市吗？他是两江道，咱吉林省长春市就这么个意思。哦，他是两江道会山市。我看见一小汽车在路上走。哦，那省委书记家门口有狗没？没狗，哎，有狗有狗，有一个人牵着一个小白狗，这就牵着过来警犬来两三个。看不出来，好像是拉布拉多还是大狗。您这个工作真好，好嘛！每天省委书记都在你监视之下。都是朋友。都是朋友是吧，大爷？又到点上了，可以。都是朋友。哦，还省政府跟市政府是吧？来，友友们先看。上面那是省政府，下面那个是市政府。哎，他为啥不把现在将军像挂上去呢？就挂他爷爷和他爹。现在级别还不够吧？哦。大爷，您怎么对这边情况了如指掌啊？咱们不是关系单位吗？如数家珍啊，这个。省长是他朋友，没事就宣传他的美景，太不高兴了。是不是？刚喝完2两酒从他家出来。中午喝的，下午喝的。刚从他家出来的，是不是？看一下那边那些楼行不？行，好。他想看人家家里头布局怎么样？咨询一下朝鲜房价多少钱啊？新盖的这些高层啊，都是电梯楼。他这个是对外的，人民币3500一平。还卖给中国人的？您都知道多少钱？中国人捞不着，就是哦，这个是朝鲜的高楼啊！谁说朝鲜这个除平壤之外没有高楼的？有高楼啊，看到没？清清楚楚啊，朋友们。人均收入他1个月200来块钱。人民币还是什么呀？人民币。咱们长白县这个是整个县城内出租车全是这个价格是吗？那边有个太平间、太平房。太平房也10块哦，到医院那边有个医院啊，7块，别的地方都5块。哎呀，真挺便宜的。便宜，便宜，前还2、3块的。啥时候还2、3块呀？疫情期间。疫情期间2、3块钱。那没涨。哇，那也就是说这边出租车的价格只是在最近这几年才涨到5块的。啊，疫情期间不是猪肉涨到20了吗？啊，那时候才涨了2块钱。哦，那疫情之前就一直是3块，3块钱。哇，那这应该是我听说过全国出租车价格最便宜的地方了。哎呀，那还都上政府去告呢，告我们，告也白扯。这物价涨了，俺们不涨能行吗？以前县里7、8万人呢，现在没有了，现在成1万也没有了。这县城里不到1万人。对。我说街上怎么人这么少？都走光了。
空房子，有的是空楼了。年轻人都去外面打工去了。对对。很多城市都有这样的困境吧，年轻人。东北嘛，都走光了。What the taxi driver side filled us with a touch of melancholy as we prepare to leave. When a generation chooses to head far away, there are still people marrying their hometown with 5 yuan taxi rides. Changbai County, this small border town, hides a faint sadness left by population migration. But looking back at its past, every inch of land here is engraved with a vivid history of population changes. As early as the late Neolithic age, humans lived and thrived here. The Lingguang Pagoda from the Bohai Kingdom period of Tang Dynasty has stone form for over 1,200 years despite wind and rain. It stands as enough witness to prosperous scene of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building the pagoda back then. After the Qing Dynasty lifted its ban on the region, people from inland areas and northeast China moved here one after another. North Korean border residents also crossed the Yalu River to settle here and gradually became Chinese citizens. From over 3,000 people when the county was first established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steady growth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various ethnic roots took root and integrated here, forming a pattern of multi-ethnic coexistence. 9 ethnic groups, including Han, Korean, and Manchu, live together on this land. In their daily lives where 2 languages are used, lie cultural genes passed down by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The ancient pagoda tilts lightly among the autumn leaves, quietly watching over the daily life and the twilight of the world. On this side, a Korean dance is woven by lights. On the other side lies the soft, twinkling night view of Huishan. The Yalu River still flows, carrying the stories of the fishing elders, carrying the rods of cross-border trucks, carrying the daily sense of mutual gaze between the 2 banks. Perhaps population migration has changed the appearance of this small town, but those marks spanning thousands of years and the sense of multi-ethnic coexistence have long been deeply integrated into Changbai's blood, becoming its warmest and the most touching essence. That's all for this video. If you like it, thank you for your likes, shares, comments, and subscription. In the next video, we will explore with you China's most dangerous volcano and the small town and its fort. 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 Bye bye!